venga por mí. Aquí lo espero en Miraflores. No se tarde en llegar. 马杜罗对全国讲话，不断向美国人叫嚣，结果美国人立刻给马杜罗送上了新年礼物。在1月3日清晨，美军发动代号为坚定决心的特别行动，在短短几小时之内就暴打委内瑞拉三军，活捉统帅马杜罗。那到了1月3日的晚上这押送马杜罗的飞机已经抵达纽约市郊的斯图尔特机场。这个斯图尔特机场是一个军民两用机场，距离世界闻名的西点军校非常近。画面中可以看到大量的军方人员簇拥着马杜罗走进机场的建筑物中。而就在马杜罗被抓前几个小时他刚刚会见了中方特别代表邱小奇。邱小奇可是中共的拉美通，曾经担任过巴西和墨西哥的大使。这次他会见马杜罗后没多久，美国人就把马杜罗给抓走了。我倒是希望邱小奇回国之后有机会一定要见一见习近平。我们今天就来详细的聊一下美军这次到底是如何行动，能够在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活捉了马杜罗呢？1月3日，美国总统川普和参联会的主席丹凯恩将军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我们得以看到更多的细节。其实在这次军事行动之前美国军方已经策划了很久了。自今年8月以来，美国中情局就积极的在委内瑞拉当地行动，他们通过众多的线人完全掌握了马杜罗的各种线索，包括他平时吃什么穿什么，什么时间干什么事，连宠物是什么样的，美国人那都一清二楚。而根据这篇路透社的报道，美国人其实在马杜罗身边有很亲近的线人，他呢能够第一时间告诉美军马杜罗的准确地点，而这个情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委内瑞拉的进攻受到天气条件的制约，美军目前不能确定发起进攻的具体时间，所以你需要有足够可靠的情报，当美军发动进攻的时候，我就能立刻确定马杜罗的所在地。而与此同时美军在本土建了一个和马杜罗住所一模一样的基地，三角洲部队在这里不断的进行实战训练所以经过种种准备，早在去年12月初，美军就已经做好了作战准备，可以随时出动捉拿马杜罗。不过当时美国总统川普还是试图给马杜罗一些机会，如果马杜罗自愿下台，他可以安全前往俄罗斯，和阿萨德凑一桌一起打麻将。不过呢，马杜罗明显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他在谈判桌上是不断的要价，最终拒绝了美国人的提议，可以说是亲手给自己的棺材上钉上了最后的钉子。之后在圣诞节至新年的这10天时间内美国人其实一直在观察天气，而到了1月2日的晚上，天气足够晴朗，可以执行这次特别行动了。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46分，美国总统川普下达命令，执行抓捕马杜罗的特别任务。在1小时之内，美国总共有150架战斗机从位于加勒比附近的20个平台上相继起飞，飞往委内瑞拉。这150架飞机中就包括 F-22 战斗机、F-35 战斗机、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除此之外还有 EA-18 剽哮者电战机。那 F-22 主要提供的是制空权， F-35 和 F-18 超级大黄蜂则负责对地进攻，而 EA-18 剽哮者电战机则提供电子压制。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无人机，比如说 RQ-170 也出现在战场之上，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援。在美东时间凌晨1点左右，也就是委内瑞拉当地时间凌晨2点，美军抵达首都加拉加斯上空，并开始执行轰炸任务。那空军执行的另外一项任务叫做 SEAD， 也就是压制和摧毁敌方防空系统，这是为直升机部队的前进打开一条安全通道。
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中，可以清晰看到空中有多架美军直升机低空飞过，其中体型巨大的正是美国陆军常用的支奴干大型运输直升机，里面装载的那就是世界闻名的三角洲特种部队。除此之外伴随飞行的是体型更小的 AH-1Z 眼镜蛇攻击直升机它们来自于海军陆战队，主要负责的是对地进行火力支援。而为了保证这次战争出其不意，美军的直升机是在离地大概100英尺的高度全程低空飞行，而委内瑞拉方面则毫无察觉。与此同时，美国空军展开了对首都加拉加斯附近诸多军事目标的大规模空袭。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地图，加拉加斯靠近海边，但并不紧挨着海边，它周围有多个军事要塞，其中标号为1的是在海岸边上的拉瓜伊拉港口，而标号为2则是整个委内瑞拉空军的指挥中心拉卡洛塔空军基地，而3号则是陆军的指挥中心蒂乌纳堡，这也是国防部指挥中心所在地。4号则是委内瑞拉山上的雷达天线。其中位于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港成为美国人空袭的第一个重点。通过现场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该港口被严重的摧毁，视频中不断有大量的火焰在持续燃烧，现场到处一片狼藉。这个拉瓜伊拉港是首都加拉加斯最重要的出海口，距离加拉加斯直线距离大概30公里，也是委内瑞拉海军重要的海军基地之一。该港口中有许多的集装箱被当作临时军火库，储藏着很多武器。美国情报部门对委内瑞拉的军事部署是心知肚明，这些港口中的武器就成为了这次进攻的目标。美国人的另外一个空袭重点则是蒂乌纳要塞。蒂乌纳要塞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南部，这里被认为是整个委内瑞拉武装部队的心脏，同时也是国防部的指挥中心以及情报机构所在地。我们现在看到的视频就是空袭之后蒂乌纳堡的画面，可以看到多个营区已经被彻底摧毁了。画面中出现了不少武器的残骸，比如说轻型坦克装甲车以及中国提供的山猫8×8装甲车等等。从这些画面你也可以看出来，在昨天晚上美国人的轰炸是有多么的彻底。而到了第二天，也就是1月3日，美国人公布了蒂乌纳堡的卫星图像，我们可以看到该营区有多栋建筑物被从地面上彻底抹平了，不复存在。那随着美国空军的空袭的进行现场画面也显示，有大量的军人和平民驾车急忙离开蒂乌纳的军事基地。面对美国人的打击，委内瑞拉军人知道没有任何胜算，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逃命。当你看到这些真实的现场画面的时候，您就能够感受到委内瑞拉军人在面对美国压制性打击时那种内心的慌张，甚至是绝望。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美军到底在哪里，可是美国对你的动向却是一清二楚。打不打你，什么时候打你，那都是美国人说的算的。而在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卡门德沃利亚，这里则是委内瑞拉警察特种部队的所在地，也遭到美军空袭并被彻底摧毁。现场熊熊大火不断燃烧，大量汽车装甲车不断起火，警示灯不断的闪烁着。美军的另外一个空袭重点则是委内瑞拉的防空系统。我们现在看到了画面中这个熊熊燃烧，我们现在看到了画面中烈火熊熊燃烧，被击中的正是委内瑞拉从俄罗斯引进的一套山毛榉防空系统。该系统被命中之后，引发弹药的讯爆，火光是不断的闪烁，照亮了夜空大火烧了几个小时才停止。根据事后现场画面来看在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拉卡洛塔空军基地，可以看到这套俄罗斯引进的山毛榉导弹发射器被击中并引爆，现场是一片狼藉，导弹车的残骸也是被烧得一干二净。那现场记者也发现了多处山毛榉导弹的残骸。而在另外一段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空军彻底摧毁了
委内瑞拉的另外一套主力防空系统，据说是从俄罗斯引进的 S-300 微型。可以看到，该防空系统被击中之后是不断的产生讯爆，天空中火光闪烁，场面看起来那是非常的壮观，就像在释放新年的礼花一样。从这些画面看到，无论是 S-300 还是山毛榉，作为俄罗斯陆军的主力防空武器，在面对美国空军的全面压制时，那是一点还手的空间都没有，完全是被美军按在地上痛打。美军凌晨的空袭是为了给直升机部队的前进扫清障碍。在当地时间凌晨2点01分左右，有居民拍摄到现场画面，可以看到画面远处多处发生剧烈爆炸一个接着一个不停，而整个城市陷入一片黑暗之中。而您在视频的背景音中还能听到直升机的轰鸣声。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现场画面，是由当地委内瑞拉居民所拍摄，可以看到远处也是不断传来各种各样的爆炸声和燃烧画面。那委内瑞拉当地人高呼美国海军陆战队来了，海军陆战队来了。值得注意的是负责这些大型运输机操作的是美国陆军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他们的绰号叫做夜行猎手，是美军最顶级的航空特种部队。他们经常与三角洲包括海豹6队协同作战，专门负责夜间以及复杂的低空飞行、精准投送与火力支援。最擅长操作的就是黑鹰直升机和支奴干运输直升机了。那美国的直升机编队在接近马杜罗的住所时，其实也遭到了还击。据说有一架直升机被击中，但该直升机仍然能够安全飞行，并最终安全返航。而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美军竟然没有伤亡任何一个人。我们现在看到的视频画面中，正是来自海军陆战队的 AH-1 眼镜蛇直升机不断向地面开火，现场状况看起来那是十分紧张。美国三角洲特种部队乘坐直升机抵达马杜罗的藏身之处后，立刻分为2组，一组负责保护现场，阻止委内瑞拉安全部队增援，另外一组直接进入马杜罗住所实施抓捕。其实为了躲避美军的追捕，马杜罗特意修建了一座由重型钢铁构成的一个地堡，美国人甚至特意准备了一把燃烧枪，就算马杜罗躲了进去，美军也可以在47秒内破坏这个钢制大门。不过呢，这个燃烧枪在本次行动中根本是用不上，因为美军行动实在是太快了，马杜罗几乎是毫无反应，据说是在床上或者是卧室里被美军给抓到的。在迅速抓捕马杜罗之后，美军搭乘直升机安全撤离。与此同时，空中战斗机和无人机继续提供火力支援和情报分享。在美东时间凌晨3点26分，美国特种部队已经携带马杜罗安全降落在加勒比海上的硫磺岛号两栖攻击舰之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美军的特别行动节奏是非常快的。晚上10点46分，川普总统下令凌晨1点就开始轰炸了，直升机直接飞入了委内瑞拉，活捉马杜罗。而到了凌晨3点26分，全部美军就已经安全返航，携带马杜罗抵达了硫磺岛号两栖攻击舰。整个作战时间从下达命令到结束战斗仅用时4小时40分钟，这才是真的用兵如神。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将军表示，全世界只有美国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今天在网上看到有一些中国大陆的网友表示也要对台湾执行类似的行动。我觉得这些人心里真的是没有一点数。我们看看解放军的祖宗俄罗斯空降军在乌克兰的霍斯托梅尔机场当时输的有多么惨，简直是落地成盒，全军覆没。而中共的空降军，你才成军几年时间，你连俄罗斯空降军都比不了，你还好意思和美军相提并论吗？我之后一定要专门做一期节目详细聊一聊这个事情。美军在这次行动中出动了多型战斗机包括最先进的 F-22。到了1月3日，有
位于波多黎各的军事爱好者拍到了当地机场画面。视频中可以看到有3架巨大的 C-130 运输机，而在停机坪的中央至少有12架 F-22 战斗机，而下方还停着大量数不过来的美军 F-35 战斗机。而 F-22 战斗机大多都是此前从弗吉尼亚的兰利空军基地起飞参加这次行动的。在任务完成之后波多黎各的清晨出现了多架 F-35 战斗机安全返回波多黎各空军基地的画面。F-35 战斗机完成战斗任务，迎着低旅的朝阳安全返航。这样的画面我相信很多军迷看了心里一定是十分欣慰的。当天早上也有军事爱好者拍摄到了非常罕见的美国 RQ-170 隐身无人机返回波多黎各的画面。RQ-170 是美国一款隐身战略侦察无人机，采用飞翼布局，隐身能力极强，比全球鹰和 MQ-9 无人机更加先进，也曾参加过本拉登的行动，被称为美军看不见的侦察兵。当地的居民还拍摄到了另外一段画面，显示的是一架 KC-130 加油机正在波多黎各南部为一架 CH-53 超级种马运输机进行空中加油。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委内瑞拉军方的反应。美军行动完成之后第二天天已经亮了，委内瑞拉陆军部队才出现在街道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辆老式的 BMP 步兵战车在街头巡逻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总统都已经被人抓了，他们现在巡逻是给谁看的呢？那更搞笑的是，在1月3日的白天，有当地民众拍摄到委内瑞拉空军4架 F-16 战斗机紧急升空，并在领土上低空飞行。美国人都已经把你们的总统抓走了，你现在起飞又能干什么呢？更何况 F-16 战斗机低空飞行，根本不敢暴露在美军的侦察范围内，生怕被美国人锁定并击落。你看，委内瑞拉空军虽然有 F-16 和苏30战斗机，但是面对美国空军，当天晚上是连升空作战的勇气都没有。一名当地记者在空袭过后也进入了加拉加斯附近的拉卡洛塔空军基地，可以看到该基地已经被完全弃置，原本是戒备森严的军事基地空无一人，记者如入无人之境这说明委内瑞拉军队现在实际上已经士气彻底崩盘了，没有人再愿意和美军作战。而到了白天，大量的委内瑞拉民众走上街头，挥舞国旗，唱歌庆祝马杜罗和其政权的垮台。我在美国这么多年尤其是在佛罗里达，其实接触过很多来自委内瑞拉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是支持查韦斯和马杜罗的。他们都说在查韦斯上台之前，委内瑞拉是拉美地区最富裕的国家，但是随着查韦斯的社会主义国有化，西方企业被充公，腐败横行，最终导致的是经济崩溃，通货膨胀，民不聊生。马杜罗这次被抓可以说是大快人心。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这次美军特别军事行动。首先，中情局早就开始行动，全面掌握了马杜罗生活所有细节，而三角洲特种部队也在事前进过无数次的演练。在马杜罗拒绝美国提议之后，1月2日晚间，天气条件成熟，川普总统在10点46分下令150架作战飞机同时出动，凌晨1点抵达委内瑞拉展开空袭。而三角洲部队则乘坐160特种航空团的支努干直升机，在眼镜蛇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之下迅速抵达现场，并活捉马杜罗。在晚间3点26分安全返回硫磺岛号上。战斗过程中仅1架直升机受损，而无一人伤亡。这次作战必将成为现代特种作战的经典案例，难度甚至高于当年针对本拉登的海神之矛，也比当年巴拿马行动更加干净利落。可以说这是二战之后美军特种作战能力的巅峰体现。我们这期节目主要结合现场画面和大家分析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后续我们还会带来更多战术和装备层面的分析。欢迎观众朋友们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